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台湾最近连续破获的几起共谍案啊。这几起共谍案在台湾啊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共谍啊已经渗透到了台湾的总统府，渗透到了台湾外交部最核心的部门呢。这事情啊还得从台湾的外交部开始讲起啊。大家都知道，2016年啊，蔡英文开始执政啊。那么在蔡英文执政之后，台湾的这些邦交国啊就开始连锁反应，开始跟台湾断交。在整个蔡英文执政的8年，差不多有10个邦交国跟台湾都断交了啊。这台湾的外交部啊，当时就有点奇怪，说中共啊对台湾的这个邦交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很多信息啊非常清楚，而且呢，似乎呢也有一些秘密的管道能够控制这些邦交国啊，想让这些邦交国断交就断交，想让他们什么时候断交就什么时候断交。比如说，中共有的时候就想打脸台湾呢，就在某一个特定时点，马上让这个断交，就真的就断交了，给人感觉啊，好像中共对这些邦交国啊，这个有非常强的操控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他们终于搞明白了啊，因为台湾的外交部里头有间谍，有中共间谍，这个中共间谍的名字叫何仁杰。这何仁杰何许人也呢？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外交部长啊，在2018年到2023年之间叫做吴藻燮。这吴藻燮的机要秘书就是何仁杰。这何仁杰啊，作为台湾外交部长的机要秘书，对台湾外交部的那些所有的文件，他都能接触啊。这些文件可重要了。你比如说，台湾那些邦交国跟台湾之间互访，互访之后呢，双方进行谈话，谈话的这些谈话纪要，这机要秘书都知道。而且你比如说，台湾的这些首长到这个邦交国去访问，那也都是外交部安排啊。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的邦交国啊，跟台湾之间维持外交关系啊，大多数啊，其实都是想要钱。因为世界上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嘛，承认台湾的很少。承认台湾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处于这个世界上比较边缘的，比如说太平洋的一些岛国啊、南美洲啊、中拉丁美洲啊那几个小国啊。这些小国之所以愿意承认台湾，都是想找台湾要钱，而台湾呢也给这些国家钱，因为给了这些国家钱，维持了一个邦交国，那台湾的总统、副总统就可以到这些国家去访问嘛，维持一个国家的格局嘛。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些国家跟台湾的外交部打交道，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啊，或者是一个目标啊，就是找台湾要钱。那你想想，这些谈话纪要啊，这些互访的记录啊，都交给中共，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台湾外交部跟这些邦交国之间的谈判底牌就被中共全都掌握了。你比如太平洋有个小岛叫所罗门群岛，定期跟台湾建交，又定期跟中国大陆建交，对吧？目的就是要钱。那你想想，他要是如果跟台湾的外交部说啊，他说你给我2亿美金，你不给我2亿美金，我就跟你断交。那中国大陆不就知道他的底牌了吗？你找台湾要2亿美金，那行，你别找台湾了，台湾现在没钱，我中国大陆有钱，我直接给你3亿美金，跟我建交就好了。我让你什么时候断交，你就什么时候断交。所以你可见啊，过去10来年，台湾跟邦交国雪崩式的断交，很大原因是因为它内部出了内鬼，所有台湾跟邦交国之间的秘密已经被中共的共谍给掌握了。这不光是台湾的外交部啊，台湾的总统府啊也被中共的间谍给渗透了。这个渗透的人的名字叫做吴尚宇。这吴尚宇啊，也是民进党的一个党工啊。2022年的时候啊，赖清德当时还是副总统，副总统他有办公室吗？就经人介绍，吴尚宇就进到了赖清德副总统的办公室，负责赖清德的行程安排。这行程安排也是最核心的秘密啊。你想想，2023年8月份，赖清德不是去访问巴拉圭吗？路过美国纽约停留期间呢，美国的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啊就欢迎赖清德。这对于台湾来说都是最核心的国家机密啊。那中共掌握了之后，那就向美国抗议啊。后来2024年啊，这赖清德不是总统大选获胜了吗？从副总统变成了总统。这吴尚宇呢，又从副总统办公室进到了总统办公室。据说是当了赖清德最核心的幕僚啊。我听到的消息，也就是台湾这些媒体报道啊，就说现在赖清德的总统，也包括副总统萧美琴呢，他的这些行程都被这个吴尚宇啊给出卖给了中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2起共谍案啊，对台湾这个整个政治运作的伤害有多深啊。
那么这起案件啊，到底是怎么破获的啊？现在还没有特别多的信息啊。但是我们知道，围绕着这起共谍案，台湾是抓了一串人，这其中抓到了一条大鱼，这个大鱼呢叫黄曲荣。这黄曲荣啊，是整个这个共谍案过程中间的一个核心人物。他呢早年是在台湾服役啊，今年已经65岁了啊。他在台湾这个军队退役之后呢，他就经商了。1990年，两岸之间不就互通了吗？他就到了大陆惠州办了一个橡胶厂。这个橡胶厂呢，一直办到了2012年，然后注销了。至于什么原因注销，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从1990年开始，这黄曲荣啊就频繁的到中国大陆。他的足迹啊，应该说是遍布中国大陆。1991年呢，他来到了北京。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啊，他还去到了北京去拜访碧云寺。碧云寺啊，在北京的西郊啊，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这个碧云寺啊，其实没有多大的名气啊。但是碧云寺在台湾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1925年啊，孙中山去世之后啊，他是停灵在碧云寺，停了1年。后来在南京中山陵修建好了之后，这孙中山的灵柩才移灵到了南京的中山陵。哎，在此之前，他一直停留在了碧云寺。所以台湾的很多人到大陆去旅行，尤其是到了北京去旅行的时候啊，经常会到碧云寺瞻仰中山先生当年在这个地方停灵的这么一个过程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当年的政治立场好像还是比较偏蓝啊。后来他就经常到什么新疆啊、西藏啊、云南啊、四川啊等等这些地方，每到之处啊，经常拍照。他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相册，这个相册你可以看啊，遍布中国大陆啊。据台湾的情治部门啊调查，这黄曲荣在2003年左右就被中国大陆的情报部门给吸收了。据说啊，他是被中央军委下面有一个情报小组，有一个叫小吴的人把他吸收进去了，变成了中共的间谍。这中共啊就让他回到台湾去发展自己的台湾的间谍网。到了2016年呢，他又被中国大陆一个叫小陈的人啊也给吸收了。据说这小陈还不是中央军委这个系统的，是另外一个系统的间谍。所以你看到这黄曲荣了，还挺忙，给中国大陆2个间谍部门呢去服务工作啊。这2个部门都指示这个黄曲荣回到台湾去发展自己的下线，去在台湾搞情报。这黄曲荣回到台湾之后呢，就开始积极发展下线呢。他吸收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叫邱世元。这邱世元是民进党的民主学校的副主任啊，同时也是一个商人。这个人比较高调，平时在大街上开豪车啊，晚上经常出入夜店啊，好像是很多钱。这黄曲荣找到邱世元，就很快把邱世元给拉下水了。2023年，他就带着邱世元到泰国，到那儿去见了中共的情报人员。然后中国情报人员就在大陆利用这个邱世元亲属的账号给他开了银行账户，定期往里打钱。当然黄曲荣同样啊在中国大陆也有账号啊。后来台湾的情报人员啊最后就认定这黄曲荣啊一共从中国大陆的地方拿了607万台币，在他自己家里啊还搜出来了什么港币、澳币、人民币，一共90万。这个邱世元呢一共是221万台币，这221万台币啊加起来其实也就是50-60万人民币，其实不多啊。但是这邱世元呢在民进党内部啊实际上还是蛮有能量的一个人呐。他呢就收买了外交部的机要秘书何仁杰，同时也收买了总统府的这个核心幕僚吴尚宇。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个共谍的网络核心就是黄曲荣。黄曲荣首先收买了邱世元，邱世元收买了吴尚宇，又收买了这个何仁杰。现在台湾的这个情报部门把这个共谍案已经一网打尽了啊。这个案子出来之后啊，那民进党当然就特别不好意思啊，因为民进党你这些都是民进党的党工啊，又渗透到了民进党的核心部门啊。决定就是依照地方党部的决议，全数除名、开除党籍，提高警觉，不要造成自己家人甚至于整个未来包括国家的一些影响。所以他们就说这个要赶紧严查，民进党对这些人绝对是不枉不纵。那国民党就攻击民进党，说民进党啊平时抗中保台是口号，平时呢专门演共军的这个间谍。随着这个案子的延烧啊，好像又抓了几个间谍，其中有一个还是陈水扁时期的这个总统府的一个参议啊，这个人叫郭文彬。
据说郭文彬被抓呢，他是另线，跟黄启荣没有关系，是单线跟中国大陆联系啊。但是啊，这情报部门把他抓了之后就说啊，这郭文彬呢，好像是跟他的上线已经失联了多年，查来查去呢，好像也没有特别严重的泄密情况，就无保请回了，就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当然还要审判的啊。另外，最近又抓了一个国民党的人，这国民党的人叫林月龙。这林月龙啊，好像早年是在台大啊上学，读了一个博士学位。但台湾这几年因为高考扩招啊，博士也是满大街走啊，毕业之后不好就业，他就跑到中国大陆去就业去了，好像到中国大陆的一个学校去教书。就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被中国大陆的情报部门发展为自己的这个间谍，然后他就回到了台湾。回到台湾之后呢，他就给台湾的一些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当助理，就比如说国民党那个助理叫王宏威，给他当助理。然后呢，他又跑到了国民党的新北市的党部啊，去当新闻发言人。据说还准备2026年啊去选台北市的这个议员啊。那台湾的情报部门就调查发现，这林月龙啊，主要是给中国大陆提供什么情报呢？就是这些立法委员的个人情资，就比如电话号码啊、你的身份证号码啊、住哪儿啊等等啊这些信息。同时呢，又把这个台湾各个部会的这个文件搜集完了之后，交给了中国大陆。他们这些间谍啊，现在都通过一个间谍 APP， 把这个信息上传到那里以后啊，就传给了中国大陆。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间谍案呢，不光是民进党呢，也延烧到了国民党啊。所以最近啊，关于这个共谍案，在台湾的政坛也是炒得非常热啊。应该说啊，国民党自从跑到了台湾之后啊，两岸之间的间谍战就没有停过。这些间谍案你来我往，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双方其实也是一直弥漫着各种各样的硝烟啊。在早期的时候啊，实际上台湾在这个情报战这方面还是占优势的。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这刘连坤案啊，这刘连坤啊，当年是中央军委下面后勤部的一个少将，他也是两岸之间现役少将被对方当作间谍的第一人。他当时啊变成了一个台湾间谍，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89年的时候，中共军队不是在北京镇压学生吗？这个镇压学生啊，就引起了军队内部很多高层的不满。当时也是总后勤部有一个人叫邵正中，这个人是大校啊。他呢，在1990年外访的时候，在香港路过的时候，他就主动要投奔中华民国。结果当时中华民国的情报部门就跟他说：“你不要来台湾，你得留在中国大陆啊！你留在中国大陆搜集情报，对我们更重要啊！我们联手反攻大陆。”所以这个邵正中就首先被台湾的情报部门呢发展成了台湾的间谍。当时台湾的间谍部门呢，军情部门对他非常重视啊，把他列为叫邵康1号。后来这个邵正中呢，就向台湾推荐了刘连坤。这刘连坤当时对89年镇压学生也不满呢，再加上后来啊，还晋升中将无望啊，于是他就在邵正中的推荐下，跟台湾的情报部门搭上了线。1992年啊，这台湾当时啊，这个军情6处的副处长啊，叫庞大为，就专门化妆成台商，来到了广州的白云山宾馆。在这里啊，双方在这里接头。刘连坤呢，就乔装打扮来到了广州，跟这个邵大为双方接头碰面。这邵大为就跟他讲，反攻大陆啊，消灭共产党啊。然后这刘连坤就信以为真了，就为这个邵大为提供了15份机密的文件。这机密文件就包括中共要在苏联买这个苏2七飞机，买这 S300的防空导弹。据说双方为了防止别人盯梢，一路都在那个越秀公园里头溜达，看别人没有这个跟梢之后才详细谈的啊。当时台湾情报部门一看到这15份机密文件，如获至宝啊，当时就给了他2万美元，还给了他2瓶洋酒。这刘连坤呢，后来就被台湾列为邵康2号。在台湾的军情部门呢，就跟他说让你享受台湾的军队少将的待遇，每个月给3500美金，将来退休之后，那保证让你享尽荣华富贵，而且单次给情报的时候再给奖金。后来这刘连坤呢，就开始为台湾死心塌地啊，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啊，比如说后来这个中共要在苏联买这个苏30飞机，包括买这个 S400的这个地空导弹，他通通都告诉了台湾。后来94年，这李登辉不是发表台独言论吗？这刘连坤好像不太满意，他说：“你这个李登辉怎么能搞台独呢？
我搞这东西不是为了让你们台独啊，我是让你们反攻大陆啊。据说是台湾的军情部门反复劝他啊。这刘连坤啊，给台湾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就是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96年那李登辉当时不是发表两国论吗？两岸之间就爆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台海危机的时候，中国大陆制定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就是要越过台海中线，实弹射击，要发射导弹攻占外岛。这个消息啊，就经过刘连坤传到了台湾的情报部门。台湾一看，这吓坏了，这大陆如果要是攻占外岛，台湾怎么办呢？台湾就向美国2次求救。美国一看中国大陆要攻占外岛，于是就派来了2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来游弋。这中国大陆一看美国来了，这降低了调门啊，当时也打不过美国嘛，所以把这个演习的烈度啊变成了一个什么呢？越过海峡中线，但是呢不攻占外岛，然后呢打的这个导弹呢也都是空包弹。当时啊，那江泽民宣布打导弹的时候，那李登辉为了鼓舞人心呢，稳定台湾人心，就说了，说大陆打的这个导弹呢，其实大家不用怕，都是空包弹，一旦下雨的话，它都发射不起来了。结果这个信息说完之后，大陆就警惕了，因为当时大陆发的这个导弹是空包弹，是极其机密的事情，所以就开始怀疑内部有间谍，就开始查来查去不好查呀，因为这涉及到高层啊。最后大陆就指示自己打到台湾内部的一个间谍，这个间谍名字叫张志豪。这张志豪在台湾的这个情报部门里头就开始查呢，当时啊就是刘连坤的化名叫高志明，他也不知道高志明是谁呀，但他知道肯定是有个中共的间谍告诉台湾的。最后他就跟台湾的情治部门，据说宿舍里头一个退休的人聊天，这个人告诉他高志明就是刘连坤。这个消息传回北京，北京在1999年的3月26号就把刘连坤给抓获了。这邵正中当时听说刘连坤被抓获以后就逃跑，逃了没几天也给抓起来了。中共高层震怒啊！抓起来之后呢，当年的8月份就把刘连坤和邵正中都给枪毙了，打得毒针啊！据说啊，这刘连坤啊，当时啊当间谍的时候，他自己的妻子有一天发现了，说他把机密文件拿过来拍照，他妻子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要这么搞啊，你是把我们整个一家人都带到这个死路上啊，就哀求他不要这么做。但是刘连坤呢执迷不悟，台湾在整个过程中间给了刘连坤据说是150万到180万美金，但实际上他被抓获之后呢，很快被处死了啊。其实这些钱他也没有享受到。后来刘连坤也包括这个邵正中都被列入到了台湾的军统，后来就是在戴笠那个一个博物馆什么忠烈祠里头，就是共军的少将在那里被列为了，那里头有他们的牌位，也就是台湾在大陆发展的就是这个最高级别的这个间谍嘛。所以大陆和台湾呢，在2000年左右互相都破获了对方的这个间谍网。早期啊，中共大陆跟台湾之间的间谍网啊，主要是派自己的间谍到对方为主，以政治意识渗透为主。但是这些年，双方的这个情报战也包括间谍战发生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台湾在大陆的间谍已经越来越少了。最近几年你没怎么听到啊，台湾的间谍在大陆被破获的消息，但是中国大陆的间谍，也就是共军的间谍，在台湾频频被破获。这里有一组数据啊，就是2021年的时候呢，台湾起诉的这个间谍案呢是16起，2022年的时候是10起，到了2023年的时候就变成了48起，到了2024年的时候好像是到了64起。那这个数字非常高啊，这数字高不是说明台湾的情报部门的能力强，发现多，说明中国大陆在台湾它的渗透已经非常的深了。尤其是你想想，总统府、外交部都被渗透了嘛。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啊？就早期台湾的间谍在大陆渗透比较成功，近些年来大陆对台湾的渗透比较成功呢？我个人认为啊，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首先是就中国大陆这些年有钱了嘛，有钱就能收买了嘛。当年台湾收买刘连坤给了150万美元呢。那么现在大陆对台湾的这些间谍出手也蛮阔绰的。你比如说，就是这个高启荣，一共是拿了这个600多万台币啊，100多万人民币啊。那这个邱世元，那不是拿了200多万台币吗？
最近发生的几起的这个间谍案，你比如说这金门有一个旅长，装甲旅的副旅长啊，这个人呢也被中国大陆给渗透了，变成间谍了啊，也抓起来了。据说中国大陆给了他50多万台币。还比如说一些退役的这国军的将领啊，最近也发生了一个案件啊，就这个人呢姓夏，他专门组织台湾国军退役的将领，比如说上将啊、中将啊，到中国大陆去旅游。旅游的过程中，那大陆这些部门就接待他嘛，接待就好吃好喝啊，好吃好喝的过程中又获取一些情资，这个人也被抓起来了。据说给他的活动经费也是好几百万台币啊。所以你说中国大陆有钱了，他就开始在台湾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啊。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现在在台湾发展的这些间谍基本上很少再去自己主动派到台湾，而是采用一种所谓的柔性收买。所谓柔性收买，就是这些人可能都是台湾人。台湾人之后呢，由于跟大陆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陆就利用这些人，比如债务危机啊，比如说这个仕途遇挫啊，比如说自己的心理失衡啊，等等这些原因，包括你一些商人，你利用你在大陆的一些利益进行收买，这收买也蛮有效啊。而且最大的一个好处是，这些人一旦落网了，大陆其实根本不需要特别费劲的去打救他。你要自己派过去的间谍被台湾给抓获了，那你大陆还得想办法跟他交换呢。那中国大陆跟台湾历史上也是交换过间谍的啊。但是现在这些柔性收买的人抓了就抓了。你说这个何仁杰，就外交部的机要秘书何仁杰，被现在台湾的情报部门给抓起来了，将来现在已经起诉了，要判刑啊。判刑之后，中共会救他吗？不会救的。你就包括这个高曲荣，现在台湾的这个起诉部门呢，一共4项罪名，起诉是30年求刑啊。我估计将来会判得比较重。你觉得中共会救他吗？不会救的。像这样的人，因为他本身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大陆派到台湾的间谍呀，所以这种柔性收买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间谍部门来说成本非常低，就是花点钱嘛。另外一个方面，现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吸收这些间谍，很多吸收的人都是军人，有统计表明大概有30%左右的都是台湾的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既包括高官，也包括普通的士兵。这里头就有个背景了，就台湾的现在这个国军呢，实际上中间有一部分人也不知道为何而战。一方面海峡现在战云密布随时都有可能打起来；另外一方面，国军过去都比较偏蓝讲究的是捍卫中华民国反对台独但是现在这些年民进党不是搞去中国化吗？搞台独吗？那么台独过程中，你台湾的这个国军，你向谁效忠，为何而战？其实就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信仰缺失。有些人当然愿意为台湾而战了，但是也有很多，你不可否认，台湾有些国军他认为其实为台湾而战没有前途而且也不符合中华民国宪法。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容易被中国大陆攻破的。所以你看，台湾现在有很多现役的上校，好像有一些退役的少将什么都被中国大陆吸收过去当中共的间谍。我认为主要的背景就是如此。当然就是台湾现在这些共谍被中共发展下去对台湾其实威胁是蛮大的。那台湾的情报部门就讲了，这些共谍渗透到台湾那有可能将来是实行斩首战中共跟台湾如果打起来那肯定是第一波想要斩首赖清德，想要斩首萧美琴。那你想想，总统府这些人知道赖清德每天晚上睡在哪儿，知道萧美琴他的行程，那中国大陆要是搞这个斩首的时候，那不就易如反掌了吗？所以对台湾的这个整个政治运作的安全是构成了重大威胁。另外就是外交方面，你这个外交方面，你这个所有的底牌都被中共知道了，那你想想，中共还不是想让你断交就让你断交再一个就是军事方面了，你军队这些系统里头都被中共渗透了，你将来你打起仗来，可不很多人就主动投降了吗？当时金门的那个装甲局的副局长自己还录了一段视频，说要效忠中共。然后他还讲了，他说类似这种视频，台湾现役军队里头很多人都这么搞了。言下之意，就不仅仅他一个人已经被中共渗透了，那你还怎么打仗对不对？那你只要没打呢，这些人就已经效忠中共了嘛。所以防范共谍现在已经成为了台湾重中之重的一件事情了
至于能不能防住，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呢，今天就讲一讲台湾这个共谍在两岸这种所谓的这个拨云诡谲的交往过程中、斗争过程中间的一个插曲性的故事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各位。这一次的演习是准战争行为，所有部队全部在福建沿海部署好。那时候我们知道还有准备了英雄金，因为美军是用尸袋装尸体的塑胶袋。